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左手段掌握大权，右手段掌发大财，双手段掌则富贵无极。快看你身上有没有？有断掌纹的人好不好呢？断掌是手相的一种，一般正常的手相上都会有生命线、智慧线和感情线，但断掌的人却只有2条，其中一条乃是生命线，另一条则是智慧线与感情线重合在了一起。这重合在一起的主线看上去就好像是把手分成了上下2部分一样，所以被称之为断掌。下面就跟小酱之一起来看看断掌人的命运吧。1. 断掌纹的性格特点。断掌手相的人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个断字上，具有果断的特点，因此拥有断掌的人主观性强，脾气较大，做事很执着。从好的方面看，这种人做事很有决心、恒心，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，不会半途而废，因此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就。从另一方面看，即使明知是错的事情，也会错到底，是死不悔改的硬脾气，属于性格倔强那类人。2. 断掌纹的情感特点。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，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，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、幸福，甚至一生一世。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，他便恨得相当强烈，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。刚愎自用、暴躁，也容易感到灰心。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，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。这种人性格多疑，对人大多不信任，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。男的还好点，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。如果是女的，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，对待感情较真，追求完美，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，很难自控，一旦失去感情信任，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。3. 断掌纹的事业特点。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，工作能力很强，责任心极强，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，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。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，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，也老是牵肠挂肚，非亲自去干他一下。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，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。尤其是男人，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，对待歪门邪道、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，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。事业成大事的人，断掌纹居多。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，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。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，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。4. 断掌纹的优点。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，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5. 断掌纹的缺点。断掌纹的人比较极端、固执、较劲，容易出错。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，得理不让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手。但是记住，过刚易折，过刚易断，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，比如引起官司、口舌、牢狱。假如手相干枯、露骨、无肉，再有断掌纹，
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。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，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，会对人非常反感，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，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，一生官非较多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，哪怕是自己错的，你也不好改变自己，甚至容易过激。6. 女人有断掌纹。1. 女人右手断掌手相。根据麻衣天相上说，你这就是克夫的命，同时意味着与父母双亲的缘分比较薄弱，可能从小就会过继给他人收养，跟随着其他亲人长大。女人如果拥有此掌纹的话，属于比较命硬且克性是比较大的，自身带着不利的信息，对周围亲人都有阻碍的作用，而且自身的感情路也崎岖多阻碍，离异现象颇多。拥有这种掌纹的人比较主观，脾气很大，做事也很偏执。2. 女子左手有断掌纹，代表与父亲缘分薄；右手有断掌纹，代表与母亲缘分薄，或自小就跟随爷爷奶妈长大，属于命硬的人。对情看得很重，如果爱上一个人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，让他爱的人感到无比的幸福。他可以一生一世都不会改变这份感情，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，他会把爱变成恨，爱有多深恨有多深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他都会不计后果地使对方感到难堪。所以这种个性的女人在感情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离婚的几率很大。但这种断掌纹的女人责任心都很强，做事都会有始有终，而且很有管理能力。这样的女人都重权力，所以大多数的领导都有断掌纹。女人左手有断掌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不轻易交朋友，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。所以要是企业的老板，她不会是个好的老板，因为甩手的老板才是真正的好老板。他会事事都亲力亲为，信不着别人。这样的人都疑心重，属于操心型。所以具有断掌纹的女人，事业要是做得成功是比较难的，但是一旦成功的话，她便会守住这些产业，而且会越做越大。7. 男人有断掌纹。有此手相而手比较小的男性，个性强，对善恶均有强烈感，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。如误入歧途，将会成为黑社会的主脑人物；如走上正道，会是个大事业家。女性很难要求他持有女性化的魅力，为人心直口快，很重理智，公事公办，丝毫不偏私，不善调情。因此一旦恋爱，婚姻多半不幸福。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，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较重、热诚与否；智慧线代表了智能、理智如何，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。一个男人如果有断掌手相，那么说明此人并非等闲之辈，有其个性上非常鲜明的优缺点。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，懂得认识自身的性格缺陷，性格决定命运，可见性格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。8. 4种不同的断掌纹看命运。1. 断掌与玉柱纹十字交叉相距，大家称作家里纹，是大富大贵的相。玉柱纹越长，荣华富贵越盛。但是假如面相不佳，反倒非常容易反映断掌中固执的一面，危害运程。2. 断掌纹的正下方出现交叉式往下的漏气纹，无论男孩和女孩，假如在右手，爸爸身体不好；假如在左手，妈妈身体不好。3. 断掌纹上边出现一个理财纹，另外断掌纹在每人必备的1/3处，意味着这样的人很会投资理财，对金钱的敏感性很高，有非常大的概率会白手起家创业。女士也可以变成职场女人，工作大得，仅情感层面稍有不够，合适晚婚晚育。4.
断掌纹的上边或是结局出现枝纹，这样的人无论男孩和女孩，性情都较为心浮气躁、固执己见。假如要想工作好，就需要一生奔波，另外不能花钱如流水放纵，那样才可以工作有一定的小成。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，断掌手相的人在健康方面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会很突然的患病，尤其是在呼吸系统、心脑血管方面要多注意，还会很容易患上肠胃病。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加强身体的锻炼，让身体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。好了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呀，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中杂纹测命运吉凶。上期节目呢，小酱汁老师给大家介绍了2种比较特殊的纹路。有很多朋友跟小编说自己没有三角纹和星纹，但是有其他的杂纹，比如说山纹、格子纹、方形纹、米字纹等等。这些在手掌中又有什么含义呢？小酱汁今天就来告诉大家。1. 侧纹。所谓侧纹呢，是在手指或者手掌中出现多条纵纹。通常情况下呢，假如纹路清晰分明，大都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寓意，出现在手掌不同的部位，有着不同的预示。1. 侧纹位于拇指。假如在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出现侧纹，被称为财富纹。纹路的数量越多，表示财富越多，同时也表示其人会更加的忙碌，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，也非常的辛苦。2. 侧纹位于食指。侧纹位于食指上的人机灵聪明，能力出众，在青年时期呢就可以崭露头角，获得不错的成绩。假如侧纹位于食指根部木星丘，则被称为小人纹，代表其人会因能力出众、自信强势而得罪人，招来别人的记恨，从而在工作中为其制作很多麻烦。侧纹的数量越多，越容易招小人。3. 侧纹位于中指上。中指上出现侧纹，表示其人适合在土木、房地产或者建筑领域发展，会取得很大成就，并赚取很多财富。4. 侧纹位于无名指。无名指上出现侧纹，性格洒脱，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愿意受约束，适合从事自由性相对较高的职业，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。5. 侧纹位于小指上。小指上出现侧纹的人同样不喜束缚，做一名自由职业者更加突出成绩。假如侧纹位于小指根部水晶丘，被称为财运线，表示其人有着非常好的财运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侧纹数量越多，财运也就越旺。6. 侧纹位于金星丘。假如金星丘上出现侧纹，表示其人精力充沛，协调能力强，气质出众，在艺术方面呢有很特殊的才能，可以凭此获得一定的名气。2. 格子纹。所谓格子纹，就是在手掌中出现一些交叉的细纹，很像一个个小的格子。当人的内心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同时又很渴望得到时，手掌中呢便很容易出现这种杂纹。当然，格子纹在手掌的不同部位出现时，其寓意各异，吉凶也各有不同。1. 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。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时，其人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。假如智慧线形状不佳，其人很容易因为自负和傲慢而招致失败。假如智慧线长而下垂则月丘，则表示其人头脑灵活，善于分析，口才好，会取得一定的成就。2. 格子纹出现在土星丘。土星丘出现格子纹时，表示其人喜欢思考，性格较为内向，有主见，但要面子，遇到挫折时容易陷入忧郁。3. 格子纹出现在太阳丘。太阳丘出现格子纹时，其人喜欢表现自我，有魄力，有野心，经济直觉敏锐，又很有赚钱头脑，很多富商都有此种手相。4. 格子纹出现在水晶丘。水晶丘上出现格子纹时，其人头脑聪明，机智灵活，财运较好。如靠近婚姻线处出现格子纹，则表示其人正处于单身状态，一旦走入婚姻，格子纹会逐渐消失。5. 格子纹出现在月丘。月丘上出现格子纹时，通常代表其人有忧郁妄想症倾向。假如智慧线下垂至月丘时，这种倾向会更加的明显。6. 格子纹出现在金星丘。
金星丘上出现格子纹时，代表其人比较爱美和好色，并且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爱。假如格子纹布满整个金星丘，表示其人思虑过多，劳神操心事不断。7. 格子纹出现在大拇指。格子纹出现在拇指第2节处，表示其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取很多财富，但同时呢，也非常的劳碌和辛苦。8. 格子纹出现在食指，在食指第3指节腹处出现明显的格子纹，表示其人财运旺盛，赚钱比较容易。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，都会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。9. 格子纹出现在中指，在中指的第3个指节处出现格子纹时，表示其人比较自私小气，钱财只进不出，属于因为吝啬而致富的类型。3. 方形纹。从手相学的角度来看呢，方形纹代表的是一种正能量，可起到逢凶化吉的作用。当人的手掌出现方形纹时，通常都是寓意吉祥的。当然，在不同的部位出现，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。1. 方形纹出现在木星丘，保护权柄，增加野心，能够逢凶化吉。2. 方形纹出现在土星丘，可免风险，能够逢凶化吉。假如方形纹的脚边出现红斑点，则表示能够躲过火灾。3. 方形纹出现在太阳丘，表示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灾难厄运，减少事业上名誉受损。4. 方形纹出现在水星丘，表示可以避免意志不够坚定所导致的危险。5. 方形纹出现在月球，表示可保护用脑过度的危险，避免水灾。6. 方形纹出现在第1火星丘，可化解危险，避免刀枪伤害。7. 方形纹出现在第2火星丘，表示可避免刀剑之伤。8. 方形纹出现在金星丘，唯独此处出现方形纹是一种凶兆，预示其人已英年早逝。9. 在掌心出现方形纹，掌中出现方形纹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好，做人坦荡荡，做事单纯，不会在背后施小手段，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。此外呢，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，其人聚财能力很强，非常善于理财，花钱也很节省，绝对不会盲目乱投资，通常都很有钱，而且结婚以后呢，财运会更好。10. 感情线上有方形纹。感情线上出现方形纹是一种不吉的信息，其人会经常遇到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，以致常感到郁闷和烦恼，有自毁之倾向。假如感情线处断裂，在断口处有方形纹框住，则预示将有感情危机出现，也无大碍，最终都能够化解。11. 事业线上有方形纹。事业线有4方形纹依附在此旁，表示此人的事业或者命运获得意外的助力，有惊无险。12. 生命线上有方形纹。生命线上有方形纹的人命大，能够绝地逢生，一生会有灵异事件发生。若生命线断开，但被方形纹框住，代表其人可以逢凶化吉。假如方形纹依附在生命线旁边，或者与生命线没有接触，代表其人有牢狱之灾或者久病住院。假如生命线与智慧线的交界处出现方形纹，表示其人可能动过外科手术。13. 太阳线上有方形纹。若太阳线成功线上有方形纹保护纹，代表其人做事情比较顺利，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。4. 字形纹。有时在人的手掌中呢，会出现一些字形的纹路，如王、女、吕、口、米字等。这些字形纹假如清晰端正的话，通常都是一种吉祥的表现。1. 品字纹，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其人有官运，也有成为巨富的潜力。位于中指下方，其人可官至3至5品，适合搞政治，城府很深。位于无名指下方，表示其人家境非常好，生活富裕，非比寻常。2. 履字纹，手掌中有履字纹出现，代表其人命有实权，或者靠语言吃饭，适合搞政治。履字纹位于食指下方，其人会有不错的官运，可往仕途发展。3. 口字纹，
掌中出现大的口字纹时，表示其人可因权而得财。如为不规则的口字纹，一生有偏官复职。如有未封口的口字纹，其人容易漏财。在事业线、生命线附近出现的口字纹，代表其人适合从事培训、咨询、律师等凭借口才赚钱的行业，并能因此而发财。4. 王字纹，手掌中出现王字纹，特别是位于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时，代表其人能力超群，绝非池中之物，是属于领袖型的人物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5. 文字纹，古书云，手掌有文象字，能知天文奇事。手掌中出现文字纹，特别是位于中指或者无名指下方，代表其人头脑聪明，智慧非凡，能够在学术领域方面有突出的成就。6. 女字纹，手掌中出现女字纹时，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女人缘，会因女人而得财。女字纹位于小指下方时，代表其人可以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配偶。中指下有女字纹，主得女人财，位于掌心，为富贵之人，因女人而富。7. 田字纹，田字纹位于掌心的人财运很好，适合在商业、房地产等方面发展事业，特别是在事业线、生命线附近出现，很有可能成为巨富。8. 米字纹，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，假如在金星丘、木星丘、水星丘或者掌心上出现的，均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偏财运，容易获得横财、外财或者意外之财。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，你手掌的纹路在其中吗？当然，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，手纹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。3分天命，7分人为，想要好运常伴，自然也少不了。运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9种长寿手能活99。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，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，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，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。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，哪些人寿命短呢？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长寿手相的特征。1. 生命线清晰深长。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，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，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。可以说，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、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，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，体格强健，身体健康，不易患病。因此，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，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，生活美满。2. 生命线无分支。对于生命线来说，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。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，身体都比较好，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，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，比较少生病，身体会更加健康。他们积极运动，保持身体健康，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。3. 手掌厚实饱满。从手相中，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，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。一般来说，手掌饱满厚实，手背有肉，预示着有福气，财运好，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，健康运势很不错，远离病痛，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。4. 贵人线交叉。贵人线又称姊妹线，是在生命线的内侧，紧靠生命线，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。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，纹线深且清楚，代表有贵人运，往往事业有成，而且寿命也比较长。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，多子多孙，长寿喜乐。5. 财运线没有断裂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，也跟人的寿命有关。
若是在手相中，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，是一条直线，中间没有断裂，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，消化、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，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。6.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。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，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。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，没有血色，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，寿命不长。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，手掌血气充足，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，身体健康。7. 掌心有痣。从相学上看，掌心的痣主富贵，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。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，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，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，而且长命百岁。8. 手腕线伸长。手腕线长而深，形状整齐，没有断痕，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，工作能力强，有一定的魅力，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，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，也十分注重家庭，双方生活在一起，婚姻幸福美满，工作生活等无忧，同时还会注重养生，自然会更长寿。9.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。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，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，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。在顺利的人生里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，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，故而定能福寿双全。2. 短命手相的特征。1. 生命线很短。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，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，跟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。生命线越是短的人，生命力越差，健康运势不好，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，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，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。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。2.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，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。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，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。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，但是后面又连上了，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，命中多病，主其人寿命不长，可能早逝。3.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。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，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，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，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。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。4.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。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，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，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，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。即使长大成人，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，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，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。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，给生命带来影响，很可能会英年早逝。5.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。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。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，
很容易早逝短命，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。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，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。6. 智慧线上有星纹。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，但事实上，从智慧线中，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。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，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。因此，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，他们应该注意养生，否则很有可能猝死。7. 智慧线向下弯曲。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，还与人的思想、心灵、精神状态等有关。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，他们不乐观，而是悲观和沮丧的。因此，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。8. 手掌杂纹比较多。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，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，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，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，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。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，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。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，一旦心脏出现病变，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。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，也是短命的象征。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，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，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，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